大家好，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年4月28日星期日，这里是纽约二少爷 Alex。那么绍伊古的心腹，俄罗斯前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因为涉嫌贪污被捕的一事，似乎已经有了新的进展。那么俄罗斯执法部门表示这个伊万诺夫他贪污受贿的总金额可能超过了10亿卢布，折合人民币将近8000万，相等于美金1000多万元。那么调查人员称，这个伊万诺夫他帮助了特定的企业拿下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招标项目，而作为回报，这些企业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免费服务，大到免费的别墅和豪车，小到出国旅游的机票、酒店以及安保服务等等。这个伊万诺夫他并不接受传统形式的现金或者转账回扣，这些免费的服务是10亿卢布受贿金额中的大头。当然了，伊万诺夫本人仍然坚持不认罪，他的律师也坚称，俄罗斯的国防部它是有开放的电子招标系统的，因此是根本无法作弊的。OK， 那么贪污看上去只是抓捕伊万诺夫的借口，真正的理由，那么克里姆林宫是不会说的。看上去他们只是借着贪污的借口把事情办了，把人抓起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伊万诺夫被逮捕后，看上去这个瓜越吃越大，居然扯出了瓦格纳的已故大佬普里格金，并揭秘了普里格金的死因。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被捕是普丁直接下的命令的传说，已经牵涉到了国防部长绍伊古，而这个理由貌似合理，因为只有正副国防部长作为一丘之貉才可以一起贪钱，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大胆的去搞钱。而根据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弗拉基米尔·奥塞奇金披露，那么关于普里格金的密文牵涉到了绍伊古，也就是说，普里格金当初在国防部不断的受到了各种巧立名目的挤压之后，终于起义了。首先是国防部强迫普里格金停止招募俄罗斯囚犯，然后国防部又切断了预算，最后又国防部卡断了普里格金的弹药。当时这一切让普里格金发疯了，然后就悍然发动直捣莫斯科黄龙的军事行动。正因为这个行动，导致普丁最终必须选择干掉普里格金，以儆效尤，并且最终做到了。普里格金的飞机坠机了，但是普里格金竟然有如此忠诚的众多部下，仍然让普丁寝食难安。于是普丁就让帕德鲁舍夫是国安会的和博尔特尼科夫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对普里格金起义的真正原因进行了事后的
调查。结果发现，伊万诺夫和绍伊古是如何收拾普里戈金的细节，如何一步步地切断了瓦格纳的兵源以及武器装备。期间，普里戈金一直控诉，到处投诉，但是普丁未能采信。就在普里戈金死后，绍伊古和伊万诺夫他的妙计得逞，两个人就从国防部派遣了一支重要的团队前往非洲，那么开始系统性的窃取、盗窃普里戈金在那里的资产，包括了金矿和油气田。那么这个帕特鲁舍夫和博尔特尼科夫意识到，原来普里戈金就是死于俄罗斯国防部的陷害。也就是说，那么绍伊古和伊万诺夫阴谋算计了普里戈金，然后再窃取了普里戈金的数十亿美元的资产。那么这个计划完全是由绍伊古在幕后进行指挥的，而目前由伊万诺夫执行，并对克里姆林宫进行了隐瞒。克里姆林宫现在指责伊万诺夫在2023年6月23日的普里戈金叛乱和莫斯科进军中煽动了普里戈金背叛。当然了，目前情况看，暂时普丁还在给绍伊古留着面子。由于谁都知道绍伊古是国防部副部长的后台，所以绍伊古必然在将来面临着被普丁收拾的严重风险。按照克里姆林宫的一贯的行为逻辑，在普丁就职典礼和新的6年任期来临之际，就很可能让绍伊古离开军队，去搞回他的建筑的老本行。绍伊古有个外号叫做三合板将军，也叫胶合板将军，从来没有搞过军事，但是就是由于和普丁的交情深厚，所以才做了国防部部长。当然了，最终要解决绍伊古的措施很可能按照当年克格勃的风格，就是跳楼和跳窗。谢谢大家。